丈夫偷偷地将毒药滴入了妻子的水杯里，然后很是淡定地把水递到妻子的面前。妻子想也没想就接过杯子，丈夫假装陪笑过后便找个理由离开了，然后躲在了门后，亲眼看见妻子把毒药喝了下去，这才安心地离去。这是他特制的毒药，没有任何气味，只要在服下后8小时，心脏会立马停止工作，就像心脏病突发一样死去，不会留下任何痕迹。果不其然，妻子在喝下毒药8小时后心脏病突发死去。之后的日子，尼克就装出很悲痛的样子。等到家人们都离开后，他又开始兴奋起来，兴高采烈地骑上心爱的摩托车，来到一处隐蔽的房子。而开门的这个女孩，就是他为何要毒死妻子的原因。因为他的妻子比他年长许多，还给了他一份稳定的工作，却也牢牢控制住了他的人生。妻子性格非常的强势，一旦不顺心就威胁要将他踢出公司。尼克对这种生活早就厌倦，可又无法摆脱妻子的束缚。就在几个月前，他遇到了温柔又体贴的卡拉，这个女人让他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于是两人密谋了一场完美的计划，只要顺利通过试检，拿到妻子的遗产，尼克就能和卡拉远走高飞，开始全新的生活。但事情却没那么简单。就在他们以为一切尽在掌控时，尼克接到了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电话。警察告诉他，妻子的尸体从停尸房里不见了。听到这个消息，尼克和卡拉都愣住了。卡拉怀疑是警方发现了什么，设置了一个圈套，但尼克坚信自己的计划没有漏洞，决定亲自去看看情况。结果到了检尸院后，警察向他描述了一个诡异的场景。就在半小时前，停尸房的警卫从树林里慌慌张张地跑出来，结果被过路的车辆撞轰了过去。更奇怪的是，监控画面只拍到了警卫逃离的样子，其他摄像头全都被破坏了，根本查不到有用的线索。而当他们再回来时，发现停尸房里少了一具尸体，正是尼克妻子的。听到这里，尼克心里稍稍松了一口气，他暗自庆幸，这至少说明警方并没有怀疑到他。警官杰米问尼克：“你妻子生前和谁结过怨吗？”尼克连忙否认说他们和谁都没有过节。趁着杰米被叫出去的空档，尼克迅速给卡拉打电话，让他去医院查一查那个警卫的情况，看看警方说的是真是假。电话挂断后，他立即删除了通话记录，试图掩盖痕迹。法医开始询问尼克，妻子生前是否患有心脏病或其他疾病。尼克一一否认说妻子身体状况一直很好，试探着问法医是不是已经确定了心脏病发作的死因。法医表示可能性很高，这让尼克终于稍微松了口气。这句话让在场的人有些不舒服。尼克在面对妻子死亡时的冷静表现实在太反常了，可惜没有人能找到任何确凿的证据。就在尼克开始不耐烦要求回家时，整栋楼突然停电了，停尸房里传来一阵诡异的响动。尼克犹豫了一下，决定过去看看。他发现妻子停尸柜的上方莫名多了一个铁盒，盒子里装着妻子生前的物品，还有一个空的密封袋。突然他注意到一个打开的停尸柜门，点燃打火机一看，尼克差点吓得失声尖叫，那里面竟然是他给妻子下药时用过的药品。还没来得及多想，灯光猛然恢复，尼克连忙把药瓶塞进口袋。警察这时赶到，发现柜门被撬开了，铁盒原本应该在柜子里。杰米冷冷地质问尼克在这里干什么，是在找什么东西吗？尼克慌乱地解释说什么也没找，但在对照清单时，警察无意间发现竟然少了一部手机。尼克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汗水顺着额头滴落。这一刻他感觉事情开始脱离掌控了。面对杰米的步步紧逼，他不得不将身上的东西掏了出来，除了那个致命的药瓶。他本以为这样能蒙混过关，可杰米早已看穿他的紧张情绪，直接把他按在墙上开始搜身。很快那个药瓶被搜了出来，杰米拿起药瓶，发现标签竟显示他来自尼克工作的实验室。尼克赶忙解释说自己只是随手从地上捡的，这种药在检尸院出现并不稀奇。但杰米显然不买账，眼神中也多了一分怀疑。就在这时，尼克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杰米要求他当着自己的面接听，电话是卡拉打来的。尼克脑子飞快转动，接起电话便假装对着妹妹说道：“我正在配合警方调查妻子的失踪，等事情结束再说。”还没等卡拉开口，他就匆匆挂断了电话。见杰米暂时没有继续追问，尼克也要去厕所，唯有躲进了卫生间。刚关上门，他立刻拨回了卡拉的电话。卡拉告诉他，医院的警卫确实受到了惊吓，警方没有撒谎。尼克则低声说，一定是有人知道了他们的计划，而且他正在引导警方怀疑尼克。两人开始互相怀疑。卡拉问尼克是否在梦话中透露过什么，尼克顿时一愣，因为自己确实有说梦话的毛病。想到这里，他开始感到不安起来，甚至怀疑妻子早已察觉了他们的关系。他努力平复自己的情绪，走到洗手池边想冷静一下，却突然发现窗户竟然开着，窗台上还有一封信。他就好奇地打开一看，竟是一张商业庆典的邀请函，背面赫然地写着一行字：闭上眼，你人在我身旁。看到这句话，尼克顿时开始紧张起来。这句话分明是卡拉曾经发给他的私密信息，而这份邀请函正是妻子几个月前独自参加晚宴时的。难道妻子早就知道了他的出轨？尼克不敢再多想，立刻把信撕碎扔进马桶。可当他打算冲走时，却发现马桶坏了，眼看外面有脚步声传来，他只好硬着头皮把那些碎纸一口一口吞了下去，直到处理干净，他才若无其事地走了出去。这时杰米告诉
诉他，警方有了新发现，他们在控制监控和电力的设备间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通风管道，管道直通楼顶，旁边还有一个新鲜的脚印。更离奇的是，墙上的日历被人动过，日期被改成了2012年3月20日，甚至唯一通向外界的门的密码也被改成了同样的日期。杰米盯着尼克，冷冷地问他对这个日期熟悉吗？尼克拼命摇头否认，但内心早已乱成一团，因为2012年3月20号正是他和卡拉相识的日子，也是他工作实验室的密码。这个习惯只有他和妻子知道。如果连这个细节都被发现了，就在杰米还想继续提问时，电梯突然故障，楼里的某处触发了火警警报，所有人不得不迅速撤离。尼克趁机走在最后，偷偷地摸进了一个房间。这时电话又响了，是卡拉打来的。尼克赶紧接起电话，快速低声交代情况，可没说几句，他突然注意到桌上有一个手环，手环上竟然刻着卡拉的名字和他的住址，他心里顿时一紧，隐隐觉得事情不对劲。这时他从窗外的倒影里似乎看到了妻子的影子，那双眼睛狠狠地盯着他，但一眨眼又消失了。这一瞬间，尼克心跳加速，冷汗直冒。难道妻子根本没死？一切都是他设的局？他正愣神时，天花板的喷水系统突然恢复，将他从恐慌中惊醒。尼克挂断电话，删除了通话记录，但当他转身准备离开时，杰米已经站在了他身后。杰米冷冷地盯着他，要求他交出手机，可尼克早有准备，手机里的通话记录已清空。杰米一无所获，查询号码时却发现是未知来电，根本无法追踪到通话对象是谁。警方的调查依然毫无进展。这时一名警员带来了一枚烟头，是在卫生间的烟杆附近发现的，而尼克刚好带过那里。与此同时，关于药瓶的化验结果也出来了，里面的物质是一种动物毒液，通常不会用于医疗用途，但它在8小时内会导致心脏停泊，表面症状和心脏病发完全一致。所有的线索都指向尼克。杰米当即决定将尼克押回警局审讯，立刻叫手下安排一辆押送车。在等待押送车的过程中，尼克被单独关在一个房间里，他试图思考下一步的计划，可突然发现房间的一扇窗户竟然被打开了，窗台上赫然摆着一只水杯，那正是妻子喝下毒酒时用的杯子，旁边还有一句字条，上面赫然地写着今晚你是我的5个字。尼克顿时心跳如雷，缓缓走进那只杯子。就在他稍稍平复心情时，身后突然传来一阵歌声，他推开另一扇门，发现这是一间停尸房，歌声竟然是从一个裹尸袋里传出来的。尼克小心翼翼打开裹尸袋，发现里面藏着一部手机。电话突然响起，来电显示竟是他的妻子。尼克被吓得屏住呼吸，颤抖着接起电话，可对方一接通就挂断了。这时房间里又传来脚步声，似乎有人刚刚离开。他赶紧翻看通话记录，发现所有来电都来自妻子。他索性回拨电话，可接听的却是一个餐厅服务员。对方说电话是他捡到的，就在餐厅里落下的。听到这个里，尼克瞬间回想起来，几个月前他和妻子曾去过那个餐厅，当时妻子还和一个老头打了招呼，说那是他的新律师阿隆索。妻子开玩笑说要重新修订他们的婚姻合同，调整财产分割。尼克当时并没有多想，可现在看来，那是妻子可能已经发现了什么。那个律师阿隆索的眼神也很奇怪，让他不寒而栗。尼克也意识到想要弄清真相，必须查清阿隆索的身份。他赶紧拨通卡拉的电话，告诉他自己的手机已经被警方扣押，并把所有最新发现都告诉了他。他让卡拉立刻去调查阿隆索，查清这个人究竟是谁。挂断电话后，尼克被带到了另一间房间，他知道等待他的将是更大的麻烦。杰米直接挑明了他的怀疑，你毒害了你的妻子，还偷走了他的尸体，想干扰警方的尸检。尼克强压着心跳，努力保持冷静的狡辩说，如果毒药不会留下痕迹，我根本就不需要偷尸体，这些只是你们的猜测，没有证据。杰米盯着他，嘴角浮现一丝冷笑，他拿起一叠文件走向尼克。尼克听到这里心里一凉，他立马打开文件，只见第一页上赫然是一个熟悉的名字，阿隆索，正是几个月前餐厅里与妻子寒暄的那个老头。冷汗顺着尼克的额头滑下，胃里像有一块石头压着。如果那个侦探拍下了他和卡拉的照片，一切就全完了。还没等他想出对策，另一名警员的电话打破了宁静。警方搜查了阿隆索的家，没发现有用的东西，但他的电脑硬盘却不翼而飞。尼克趁乱偷偷跑到一旁拨通了卡拉的电话。卡拉接起电话，语气急促。Alguien me ha dejado un sobre en mi casa por debajo de la puerta mientras yo estaba en el hospital. En el interior del sobre había un pendrive. Sin remitente. Pero el pendrive tenía una carpeta de archivos a su nombre.听到这话，尼克手心全是汗，他咬牙低声道，说有人在我身上装了窃听器，而且妻子早就知道了一切，他现在的目标是你。卡拉慌忙挂断电话，跑出家门，但刚他出门，一辆车亮起大灯，猛地冲他撞了过去。电话那头只剩下死一般的沉默。尼克感觉胸口像是被重锤砸了一下，差点喘不过气来。他来不及多想，急忙冲到杰米面前。杰米毫不留情地直接拒绝。尼克情急之下，不得不把真相说了出来。他承认自己和卡拉的关系，以及两人密谋杀妻的计划。Si usted preparó cuidadosamente la muerte de su mujer,
尼克闭上眼，努力回想起来，或许是妻子趁他不注意，偷偷换掉了杯子。他几乎带着哀求的语气喊道。就在这时，搜查尼克家的警员传回了消息，他们发现了路线图、一把手枪、铁锹和运动包，还有一双运动鞋，与楼顶的脚印完全吻合。更糟糕的是，医院里那名警卫也醒了过来。他回忆到那晚值班时，监控画面突然全黑，紧接着他听见停尸房里传来异响。当他进去查看时，一个停尸柜被打开，里边的尸体不翼而飞。突然，一个黑影闪过，他跟着黑影去查看，却发现大开的电梯里躺着一个女人。就在他上前想确认对方是死是活时，电梯门却自己关上。他赶紧联系上级请求支援，可身后的电梯又再次打开，而里边的女人已经消失不见了。紧接着就出来一个戴着面罩的男人，对着他一阵乱射。惊慌之中，他才匆匆逃了出去。至此，种种证据都指向尼克，是他残害了妻子，又把他的尸体偷走，以毁灭证据。尼克努力辩解，这都是妻子的圈套，找不到妻子的尸体就是最好的证明，因为他根本就没死。如今的场面都是他最想看到的，而杰米再也无法忍受尼克的狡辩，怒斥他一整晚都在把他们当猴子耍，紧接着就要把他带回警局。可车走到半路，就又收到了消息，他们根据尼克家的路线途径找到了他妻子的尸体。当看到妻子的那一刻，尼克止不住的干呕起来。他一心以为是妻子假死在陷害他，可此刻只能证明背后还有其他人，自己一整晚都被耍得团团转。接着杰米又告诉了他另一个噩耗，他们根据尼克的供述找到了卡拉的家，可那里根本没有任何人，而且周围的住户也不记得有个叫卡拉的人，也就是说卡拉根本就不存在。此时几乎所有的警察都认定是尼克为了妻子的巨额财产而对他下了毒手，不敢直面自己的罪责，又编造出了卡拉，而尼克也彻底懵了，他不知道究竟是谁藏在背后。接下来只要法官签署命令，他们就可以起诉尼克。可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今天的反转从此刻才真正开始。就在杰米打算带走尼克时，尼克竟给了他一肘，然后拼命的逃跑。杰米赶紧追了上去，可尼克还没跑出多远就倒在了地上，紧接着就感到心脏一阵抽搐，而杰米只是冷冷跟在他身后，像猎人在看着已经逃不出手掌心的猎物一样，然后狠狠给了尼克一脚。接着他说出了全部的真相，这一系列诡异到让尼克头皮发麻的事情竟全都是杰米的手笔，而他这么做就是为了给妻子报仇。原来在10年前的一个夜晚，喝醉酒的尼克夫妻闯红灯撞上了杰米的车。杰米的妻子受了极其严重的伤，被困住的杰米恳求他们能报警施救，可那时的尼克夫妻却异常冷漠，直接逃离了现场，只剩下杰米与女儿被绝望地困在车里，直至1小时后他们才被路过的人发现，但那时妻子已气绝身亡。这10年来，他每天都沉浸在思念妻子的痛苦之中。好在之后女儿想起了尼克的车牌，紧接着杰米拿出了女儿现在的照片，看到照片的瞬间，尼克脑袋都炸了。杰米的女儿竟是他的女友卡拉。卡拉为了复仇，长大后的卡拉刻意接近尼克，并诱导他亲口说出当年的那场事故。在确定他就是正确的目标后，父女俩便正式开始了他们的复仇计划。卡拉先是一步步增加尼克对自己的依赖，再怂恿他除掉他的妻子，接着就配合父亲实施了一系列的计划，在所有人面前坐实他杀害妻子的真相，又不给他半分辩驳的机会。听到这里的尼克一头倒了下去，心口一阵阵发紧。紧接着杰米说出了更让他绝望的事情，因为就在1小时前，卡拉已经在他的水里下了同样的毒，此刻早已融进了他的血液，他的心脏即将停止跳动，却不会留下任何痕迹。杰米父女最终让尼克在同样的绝望中死去。影片也到此结束，我是国然，下个故事更加精彩。